中国根本不是敌人，美内部民意撕开一个重要口子，拜登表态有深意吗？俄罗斯上过的当，我们不能再上啊！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康群说。美国政客对中国的所作所为，向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：遏制中国发展已经成为了美国政客们的一种共识。拜登政府对华敌意不用质疑，那美国民众之间又是如何看待美国遏制中国发展，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这一点呢？日前，美国的一名参议员在围绕中国和乌克兰问题进行演讲时，一名抗议者冲出来打断了这一演讲，高喊：“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，气候危机才是。”与此同时，报道中的一个细节提到，该名抗议者手持的海报上写着“要人类和地球不要战争和侵略”。那可见，美国奉行的对外战略已经在本土引发了一定的不满情绪，而更为关键的是，美国对华政策演变到让抗议者直接打断演讲的程度，说明美国的大国遏制战略那并不得人心呢。自中国展露崛起势头之后，这美国政府是一个劲儿的将中国塑造为美国的敌人。这拜登任上，中国被确认为美国首要战略的竞争对手，但事实上呢，这已经是引起了一部分民众的反感了。就像这名抗议者所说的那样，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，气候危机才是。在该事件发生之后，一份声明当中指出，我们需要与中国合作，并且指出美国需要把钱用在穷人身上，而不是战争上。这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拜登政府政策的不满。那可以预见的是，这次事件所造成的轰动绝对不小。美国内部在对抗中国上撕开了一个重要口子，这今后的分歧势必会越来越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抗议事件发生当天，拜登对华政策表态也出现了重大转变。拜登表示，并不希望美中之间发生冲突，而与此同时，期待美中之间进行谈判交流。在气球事件将中美紧张局势推高，美国勾结菲律宾强化对华战略布局之际，拜登这一番求和言论显得十分的蹊跷。结合当天发生的抗议事件，我们更倾向于推断，拜登罕见的对华求和姿态是为了安抚本土一部分民众的不满情绪。毕竟，美国执着于大国对抗，无视于国内民众水深火热，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。那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抱怨拜登政府的无脑对抗行径。当然了，再多的民意反对也改变不了美国一贯的战争做派。美国政客们已经被狂热的对抗思维是冲昏了头脑，他们偶尔展现的求和姿态，也不过是迫于局势的暂时性低头。俄乌冲突就是前车之鉴，俄罗斯上过的当，我们不能再上啊！那不能轻信美国的缓兵之计。在中美对抗日益激烈的背景之下，做好一切迎战准备，才是我们掌握对抗主动权的出路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